爺爺在死前後悔過收養快月，并将他定为雷之呼吸的传人吗？我認為沒有，因為只有真的將他視為自己的孩子，才會在知道自己一手培養出來的繼承人成為惡鬼之後，羞愧自責到自盡，而沒有撐着一口氣去清理門戶。他沒辦法了，沒辦法阻止快月變成鬼，沒辦法彌補快月犯下的罪。這個老人他能想到的辦法，就是讓自己在沒有借錯人的情況下切腹謝罪，以自己極其痛苦的死亡方式替他的孩子償還犯下的罪。今天我們來聊聊桑島慈吾郎。說到桑島慈吾郎，那必然離不開兩個人，善逸和快月，兩個桑島欽定的繼承人，兩個不完美的人，一個只學會了雷之呼吸一之行，一個只學不會雷呼一之行。在善逸的回憶中，爺爺是唯一沒有拋棄他，會一直拽着他往前走的人，是他最喜歡的爺爺。善逸從小被父母拋棄，自己一個人磕磕絆絆長大，被父母的拋棄成了善逸刻在心底最沉重的疤痕。所以善逸一直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庭，一個自己組建的，並且永遠不會拋棄自己的家庭。因此我們看到的他一直在向女孩子求婚。但是情竇初開的善逸又一次被自己喜歡的女孩拋棄，這次被拋棄不僅是情感上的拋棄，還給善逸留下了巨大的債務。而爺爺就是在此時闖進了善逸的世界，他給善逸還清了巨額債務，把善逸帶回去，教他雷之呼吸，對善逸投入的期盼和心血，在善逸一次次害怕逃避，甚至想要逃走的時候，又一次次的把善逸拽回來。這個嗓門很大的老頭會在善逸說最喜歡爺爺的時候悄悄臉紅，會在善逸因為自己練不出雷之呼吸其他型的時候告訴善逸你是有天賦的，會一遍遍敲着善逸的頭和他說，刀之所以能成刀，是千錘百煉，把雜質一遍又一遍捶打出去，又經歷烈火淬煉才成的刀。會和善逸說，一つのことしかできないならそれを極め抜け。桑島就是善逸最根本的精神內核，他的勇往直前、堅毅善良，他的永不放棄，其實在善逸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爺爺的期盼就是善逸一直走下去的動力。那快月呢？在快月的視角裡，桑島偏心，善逸明明是個遇到一點困難就會哭泣的廢物，除了一之行，其他什麼都學不會的垃圾。這樣的人憑什麼和我一樣成為你的繼承人？但是快月忘了，他自己一直學不會作為雷之呼吸基礎的一之行，而這簡直就像是命運的嘲諷。他在嘲諷善逸是個廢物的時候，忘記了自己也是個被拋棄的廢物。他の方ができたところで大したことねえよ。どうせすぐ死ぬだろ。快月早就失去了心中的純粹，他的修煉不是為了保護誰，而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特殊。我比你們都高貴。從小的經歷告訴他，就算是喝泥水也要活下去，活着變強，就是這個人物的底色。所以在面對上弦的時候，快月的膝蓋跪得比誰都快。圧倒的強者にひざまずくことは恥じゃない。生きてさえいればなんとかなる。正是因為這份心態，他注定了學不會那招基礎，但是又代表了雷之呼吸勇往直前的一之行。我想桑島這樣慈愛的爺爺一定沒有後悔收養這兩個並不完美的孩子。在他的設想裡，快月能力很強，但是沒有拼死一搏的勇氣。善逸看着軟弱，什麼都害怕，就會為了守護同伴爆發極限。正是因為這份清楚的明白，所以他才會讓善逸和快月一起成為雷之呼吸的繼承人。他們是兄弟兩個，一定能把雷之呼吸傳承下去，一定會斬殺惡鬼。只是他沒有想到，快月自己成為了鬼，滿心的希望破滅。親手培養的孩子站到了對立面，所以這位老人在滿心的自責和絕望中，選擇了最慘烈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而死後看到善逸克服恐懼，真正變得強大，一直不放心的他才會欣慰地說：善逸，お前はわしの誇りじゃ。